我不甘心，我还有一口气！这吼声仿佛才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呐喊。在鬼脸那一脸无法置信的目光下，白小纯的身体竟晃悠悠的又站了起来，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向前努力的挪动。你怎么还没死？鬼脸顿时怒了。他之前虽展开速度，可却自我限制，实在是在这雷云区域里，速度越快，引来的雷电就越多。可眼下他是真的烦躁了，身体一晃，速度猛然爆发，就要跨越千丈击杀白小纯。但就在他速度要爆发的刹那，白小纯那里忽然惨笑起来，声音带着绝望，更有豁出去的疯狂。老鬼，我知道你看中了我的那口天地道急九州锅，可我就算是死，也要让你付出代价。白小纯狂笑中，竟狠狠的一拍胸口，喷出大口鲜血时，似施展了某种秘法，燃烧最后一点生命，换来惊人的速度。轰的一声，竟向着前方一片大量闪电凝聚的地方疾驰而去。速度之快，直接就化作了一道长虹，冲出了数万丈后，进入到了那片诸多闪电汇聚之处，全身上下更是被不少闪电直接轰击，最终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一同掉落的还有那口被他拎在手中的龟纹锅。鬼脸顿时傻眼，内心纠结起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实在是之前的几次太巧了，可眼下摆在他面前是选择，依旧还是相信与不相信。他若是故意引我过去，必然是想要在死前试图绝命一击，又或者是让我付出惨痛的代价。哼，是真是假，很好辨认，我何必现在就过去？鬼脸目光一闪，竟没有追出，而是身体急速后退。不多时，在又承受了一些让他生机消散的闪电后，他终于退出了雷云区域，站在那里遥望雷云中数万丈外，在那闪电汇聚之地的白小纯。你若真死了，此地奇异，尸体不腐可以理解，可若你没死，我就不信你在那里承受闪电之力能一直不动。鬼脸冷笑，在外面等了起来，这一等就是1个月。这1个月里，他时刻关注白小纯，直至发现1个月内白小纯居然一动也没动后，他总算是放心了。那口宝锅是我的了。鬼脸目中贪婪，身体蓦然冲出，第2次踏入雷云内。这一次他没有停顿，展开急速，轰鸣间任由四周闪电轰在自己身上，直奔白小纯。那片闪电汇聚的地方，他也都内心强烈忌惮。此刻靠近的刹那，再次加速，想要凭着极致的速度躲避闪电。可忽然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让鬼脸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眼珠子都要鼓出来。我不能死，我还有一口气。第982集，无胆老鬼，进来一战！白小纯的声音带着虚弱，回荡四周时，他躺在那里1个月的身体，此刻也慢慢的挣扎中站了起来。实际上他心中此刻早已得意无比。这1个月，他虽躺在这里不动，可四周的闪电时而落下，使得他修为精进了不少，生机无限。若非是心底打定主意要去算计一下那鬼脸，他早就爬起来走人了。此刻随着他话语的传出，鬼脸直接怒吼起来，身体的雾气在这一刻也都因心情的不平静，从而狂暴无比。你耍我！鬼脸只觉得脑海轰鸣不断，若有肉身，怕是一口老血都要喷出来。他实在无法理解白小纯为什么在这躺了1个月，居然还没死。此刻整个人已经要爆了，在这怒吼下，他甚至都不在意四周的闪电了，直奔白小纯。眼看鬼脸暴怒，白小纯身体刹那倒退。老鬼，耍的就是你！白小纯傲然开口，速度之快，甚至比1个月前还要迅猛。四周的闪电轰在他的身上，更是没有对他影响丝毫，反倒使得他速度再次爆发。你看着白小纯这里居然毫发无损，尤其是那些闪电竟都对他无碍时，鬼脸内心再次轰鸣。来不及琢磨缘由，他立刻就有了决断，不再追击白小纯，而是急速后退。该死，此人怎么这么邪门？鬼脸内心懊悔，恨意更强，可却知道不能在这雷云内与白小纯交手，否则的话，这片雷云的闪电无穷落下，自己如今这里哪怕拥有半神之力，可也定然危机。毕竟他之前与白小纯交手了几次，清楚的知道对方虽是天人，可若想要将其击杀，也需自己全力以赴。老鬼休走，来，我们大战3天3夜。白小纯振奋中并没有靠近，而是眉心通天法眼蓦然睁开，紫光骤然而出，直接笼罩退后中的鬼脸。这鬼脸身体一顿，虽刹那就恢复，可身处雷云闪电中，又是这闪电汇聚之地，他的四周原本就有不少追击而去的闪电，都是在他的速度下才避开。可如今这一顿，立刻就有数十道闪电倏然而去，直接轰在他的身上。强悍如他，此刻也都在这数十道闪电的轰击下发出凄厉的惨叫，内心的恨意早已滔天。此刻狂吼中再次后退，可白小纯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哪怕他在通天法眼反噬之下已经喷出鲜血，可不死血的运转，伤势立刻恢复，竟站在那里再次施展。瞬间，鬼脸的身体又是一顿，这一次赫然有上百道闪电，刹那临近，齐齐轰中，鬼脸的惨叫惊天动地，嘶吼咆哮的声音似能让天地色变。我要杀了你，一定要杀你，扒了你的皮，
我还要吃了你的肉，吸干你的骨髓！鬼脸全身颤抖，生机不断的被消散，此刻雾气都稀薄了一些，狂吼中不惜代价，身体直接化作万道黑雾，急速逃遁。以这种神通，总算是化解了白小纯的通天法眼，哪怕这上万缕黑雾，依旧有一些被闪电直接轰灭。可对他来说，只要能逃出这极为不利的雷云区域，就都值得了。跑得挺快，哼！白小纯有些不满，可却无计可施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上万缕黑雾急速的冲出了雷云区域后，在雷云的边缘重新凝聚成了哭笑鬼脸。不过白小纯琢磨着，自己如今总算是首次占据了优势，于是站在雷云区域中，望着远处的鬼脸，全身战意滔天而起，学着守灵人当年面对天尊的模样，右手抬起一指，淡淡开口：“老鬼，你敢不敢进来，与我白小纯进行一场绝世生死之战？”雷云区域外的哭笑鬼脸此刻都要气炸了，可前方这雷云区域对他来说就是雷池，他没有勇气再踏入进去，里面的闪电已经让他心惊了，仅仅方才那么一会，他被散去的生机之力就差不多堪比一成了。要知道，这可是他无数年来的积累，眼下肉痛不已。白小纯，你给我闭嘴！你敢不敢出来？鬼脸也是怒意冲了脑海，此刻才会这么的与白小纯如骂街一般的开口。雷在人在。白小纯袖子一甩，淡淡开口，这句话配合动作显得淡然无比，却更显气势。你这句话又差点把鬼脸给气疯了，他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此刻怒意弥漫，黑雾剧烈扭曲，险些忍不住冲进去，不顾一切的拍死白小纯，可却还是被他连连深呼吸强行忍住。实在是之前的生机损耗让他耗不起，眼下僵持了半晌，鬼脸咬牙切齿：“白小纯，有本事你永远也别出来！只要你出来，老夫一定杀你！”说完，鬼脸带着怒意转身，他实在不想在这里与白小纯对峙了，他很担心这么下去，自己说不定真的就冲动了。无胆老鬼，有本事进来，我们大战一场！白小纯眼看鬼脸走了，他站在雷区里，小袖一甩，抬起下巴，摇头感慨。我白小纯甩袖间，所在之地，半神老鬼也都望风而逃。这番话语被鬼脸听到，他鬼脸都扭曲着拉长了，心里一再提醒自己一定要忍住，加速离去。就这样，二人之间的这场追杀，以雷区作为了分界线，一个不敢进去，一个不敢出来。白小纯没觉得这样不好，他反倒觉得很是舒坦。此刻在这雷区中展开速度，向着深处疾驰，一路上所有闪电轰来都被他直接吸收。直至到了雷区的中心时，看着四周那密密麻麻数不清的闪电轰鸣，白小纯激动中盘膝坐下，开始修炼。早晚有一天，我要让那老鬼好看。白小纯哼了一声，闭目修行。这雷区的闪电蕴含的生机与天地之力，对白小纯来说，大补的程度超越了九天云雷宗。他的修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还有其不死血也都一滴滴的急速累积，向着5成不断的靠近。而鬼脸那边在离开后，强行压下心头的憋屈，绞尽脑汁去琢磨争夺法宝的办法。可到了最后，他不得不长叹一声，将在法宝内部抢夺控制权这个念头彻底打消。木已成舟，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后从外部入手。鬼脸眼睛露出金芒，开始寻找此地的出口。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1年。这1年里，白小纯都在修行，不是他喜欢上了修行，而是不修炼的话，他也无事可做。雷区就那么大，他又不敢出去，只能去修炼了。而哭笑鬼脸在这1年却是越发的狂暴起来。他发现这法宝世界居然没有出口，甚至他都想了无数的办法，最终竟还是无法离开。当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这里后，鬼脸的脾气暴躁无比。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他相信早晚有一天自己能找出离开之法。可偏偏这1年里，他的修为居然慢慢的出现了被压制的情况，已经从之前的半神战力被压制到了准半神的程度，这就让鬼脸骇然中焦急到了极致。尤其是他意识到，这一定是法宝器灵在融合中针对自己的行为，且显然这只是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修为还会被大幅度的压制后，他不由抓狂了。怎么会这样？鬼脸怒吼，心中隐隐有了恐慌，甚至他觉得自己自从遇到了白小纯后就始终倒霉，心头的憋屈随着恐慌无限的扩散。而此刻的他以及白小纯都不知道，被困在这法宝世界的1年时间，外界的通天大陆在天尊的一声法令下，四脉源头宗门、中游宗门乃至下游宗门都开始了紧张万分的备战。与蛮荒在间隔了万年岁月后，又一次的旷世之战就要展开。而这一次，因先有长城的崩溃，加上如今生命禁区畅通无阻，可以想象，极有可能将是一场灭绝之战。第983集，不公平。这场大战实际上在很早之前就应该进行了。当初的绝世之战，如果天尊胜利，那么接下来必定就是战争。只是天尊失败，随后他又在古州上再次失败，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让天尊没有了耐心。尤其是他亲眼看着张大胖等人离开了这片世界后，他的心更是狂躁无比。
守灵老鬼，我知道你后续还有其他计划，可本尊不想和你继续耗下去了。天尊目中闪动疯狂，直接下了法旨：覆灭蛮荒，覆灭守灵人，覆灭明皇。哪怕天崩地裂，哪怕世界崩溃，也要成为真正的世界之主，从而完成他的夙愿，打开世界之门。天尊的法旨让整个通天大陆震动，所有宗门的修士一个个或是自愿，或是无奈，都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了这场备战之中。只是知道这场战争根由之人毕竟是少数，而与蛮荒之间无数年的摩擦以及那段曾经的历史，使得几乎绝大多数修士将宿仇这两个字烙印在了灵魂中。几乎在通天大陆全宗备战的同时，蛮荒之地大天师也暂时放弃了继续去压制魁皇，而是还给了魁皇一定的权力，调动整个蛮荒无数部落的土著之力，更是以4大天王组成4大军团，紧锣密鼓地应对接下来的战争。10大天宫、100多天侯、无数炼魂家族全部发动。巨鬼王的军团内，红尘女作为军团长，穿着一身飒爽战甲的她，此刻正站在无数军修前方，目中带着煞气，看向通天大陆。只是在她的目中深处，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却是藏着一丝复杂与思念。这一刻，想到白小纯的不仅仅只有红尘女，还有陈曼瑶，还有明皇，还有周红等了解白小纯身份之人。实际上，对于战争的到来，自从长城崩塌后，在很多人的心里就已经有了预感。如今战争正在临近，一时之间，无论是蛮荒还是通天大陆，风起云涌。似乎整个世界唯一还算安宁的，就是如今白小纯所在的北脉法宝内的那片天地了。不过这白小纯修炼的圣地，对于鬼脸而言，虽说不上地狱，可也渐渐差不多了。无论是来自法宝本身的压制，又或者是找不到出口的绝望，都让鬼脸无比抓狂。尤其是当他注意到白小纯所在的雷区，其内雷霆慢慢的减少时，里面属于白小纯的气息似掩盖不住的扩散出来。那气息远远超过之前，已经无限的接近天人中期的巅峰。在察觉这一切后，鬼脸只觉得脑海嗡鸣，心神的憋屈更为狂暴。为什么会这样？这该死的家伙可以去吸收这里的天地之力，可我却吸收不了。该死的，他没事也就罢了，居然还能修为增加！鬼脸仰天咆哮，他觉得自己要疯了，尤其是想到自己这里每天都在虚弱，而对方每天都在增强，怕是用不了太久，估计自己就打不过那白小纯了。不公平！一想到这一幕，鬼脸身体都哆嗦了一下，绝望之意更强的同时，也疯狂的再次寻找出口。这一刻，他忽然想到了天尊。他之前不理解天尊为何非要出去，可如今隐隐的，他有了和天尊一样的思绪。我要出去，鬼脸都要哭了。在这片世界里不断的寻找，而此刻的白小纯正全力以赴的提高自己的修行。这片雷区随着白小纯的修炼逐渐的缩减，里面的闪电雷霆也慢慢减少。法宝内累积了无数岁月的天地之力，在白小纯的不断融合闪电中，疯狂的融入他的体内。若是换了其他时候，白小纯很难这么用心的修炼。可如今在这法宝内部世界里，旁边还有鬼脸这个巨大的威胁，白小纯也着急，不努力不行啊！那鬼脸太可怕了。白小纯唉声叹气，在这巨大的压力下，他也拼了，拿出了当年在灵犀宗时去研究草木的劲头。随着吞噬雷区的闪电，渐渐他的修为与日俱增，云雷人祖便从之前的第5变突破，达到了第6变，没有结束，随后是第7变。与此同时，白小纯的修为也不断的爆发，慢慢从天人中期攀升，直至最终成为了天人中期的巅峰。在这过程中，他的气息越发强悍，使得这法宝世界天地色变，风云四散。现在的我已经很强了，等我突破到了天人后期，应该就可以去斗一斗那个鬼脸了。感受着自己修为的变化，白小纯心情激动无比，继续吸收此地的闪电。至于鬼脸，此刻越发的忧心忡忡，那种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虚弱，而敌人却时刻在强大的感觉，让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致。而更让白小纯觉得振奋激动的是，这法宝内的雷区闪电，其内除了蕴含天地之力外，或许是因这法宝本身就是北脉大地，所以蕴含了无穷的生机之力，也就使得白小纯在融合闪电时也获得了无穷的生机。这生机对于他的不死血有着惊人的推动，在白小纯修为攀升到了天人中期巅峰时，他的不死血也取得突破，从之前的4成扩散到了全身血液的5成。这种突破让白小纯也都目中冒光，内心激昂不已。可这兴奋还没等持续多久，白小纯在这修炼下，雷区的闪电越来越少，直至在一声轰鸣回荡四方时，偌大的雷区瞬间就消失。白小纯睁开眼时，看着四周的空旷，愣了一下。与此同时，雷区外的鬼脸也被那一声轰鸣吸引，看到了雷区消失后，他也怔了一下。几乎刹那，这鬼脸就猛地狂喜起来，身体瞬间冲出，激动的笑声在天地回荡。白小纯，这次你死定了！几乎在鬼脸声音传出，身影疾驰，直奔曾经的雷区时，白小纯全身猛地一哆嗦，整个人如针扎似的，瞬间就跳了起来。
毫不迟疑地向后急速倒退。该死，这雷区怎么这么不经吸啊！我才吸了多久，居然空了！白小纯内心不忿，心脏狂跳，眼看鬼脸从远处呼啸而来，他觉得头皮一炸，此刻展开全部速度，更是施展不死劲，轰的一声就消失在了原地。出现时已在了远处，玩命狂奔。他的身后那鬼脸此刻也发狂了，哪怕修为被压制，也都拼了全力急速追击。他看出来了，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若是这一次还杀不了那该死的白小纯，那么随着自己修为的不断跌落，怕是下一次再看到白小纯时，估计自己就不是他的对手了。一想到那可怕的一幕，鬼脸心都颤了几下，眼睛赤红一片，口中发出咆哮，速度一次又一次的爆发。白小纯嘶吼中，这鬼脸刹那挪移，直接就横渡雷区，赫然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后100丈处。他全身黑雾蓦然扩散，此刻勉强凝聚出的半神之力，更是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散开，形成镇压之力，就要去一举将白小纯彻底碾压的粉碎。强烈的生死危机让白小纯这里心头狂颤，天人中期巅峰的修为也轰然爆发，配合全身5成的不死血之力，竟使得他的速度在这不死境中又一次攀升起来。轰的一声，居然在那鬼脸的出手下擦着边堪堪避开。轰的一声，白小纯喷出鲜血，虽只是擦了一下，可依旧让他全身狂震。只是哪怕鲜血狂喷，可实际上他的伤势也就是几个呼吸，就立刻在那不死血的强悍下恢复了大半，速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借助鬼脸之力更快起来。刹那间，他的身影就化作一道长虹，出现在了百里开外，没有停顿。白小纯飞速狂奔，轰鸣不断，他身后鬼脸咆哮中，一次又一次的出手，一道道黑雾凝聚成球，不断的砸落。可每一次都被白小纯瞬间避开，虽喷出鲜血，可依旧活蹦乱跳的。渐渐的，鬼脸自己也都郁闷起来，心底都要崩溃了。该死的，该死的！哪怕我被压制虚弱，可这家伙属什么的呀？跑得也太快了吧！第984集，抓狂的老鬼，玩命逃遁的白小纯，此刻来不及去思索到底是自己速度快，还是对方速度慢了。他此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逃走。嗖嗖之声在这天地急速回荡，破空之音更是持续传出。白小纯的身影之快，到了最后已经是残影了，似乎这天空上有一连串的他，根本就看不清其本体所在。鬼脸越追越是抓狂，到了最后，哪怕他不惜展开杀手锏的神通，四面八方都是黑雾化作的黑球，不断的扩散追击，可依旧还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白小纯在那逃遁中逐渐的接近了前方的峰谷。不！鬼脸悲呼一声，怒吼之下，修为再次爆发。随着爆发，那些雾球一个个蓦然爆开，形成了一道道黑色的箭矢，以更快的速度向着白小纯急速追去。数量之多，铺天盖地，根本就数不清晰。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心中一颤，惨叫起来。白小纯都要哭了，不死劲，撼山撞击，所有能让自己速度加快的手段与术法全部都用上了，更是在这逃遁中施展云雷人祖变，使得自身防护加强的同时，身体不断的膨胀，每一次迈步都是近1000丈。终于在那数不清的黑色箭矢追上来时，白小纯一头冲入到了前方的峰谷之内。几乎在他踏进去的瞬间，轰鸣之声惊天动地，那无数的黑色箭矢直接炸开，形成的冲击穿梭了峰谷，直接轰在白小纯身上。白小纯鲜血狂喷，却头也不回。再次疾驰时，于这峰谷内感受到了四周传来惊人的如同利刃的狂风，只是此风刚一碰触白小纯，就立刻自行碎裂，化作惊人的天地之力，顺着白小纯全身汗毛孔不断的钻入进去。可白小纯没心情去理会这些，此刻他一边吐着血，一边速度不减，直至一口气冲入到了这峰谷深处。回头时，察觉已经看不到鬼脸的身影后，他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再三的确定之后，发现那鬼脸的确没有追进峰谷。白小纯终于松了口长气。老鬼，想要杀你家白爷爷，做梦！松气之后，白小纯这才去查看四周，注意到了此地狂风吹在自己身上后，化作的天地之力钻入体内，那是与吸收雷电一样的生机。这就让白小纯精神一振。哼，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白小纯是君子，等我修为突破后，我一定打得你满地找牙。白小纯狠狠咬牙，此刻回想之前的一幕幕，心悸的同时，他也慢慢有些诧异。说起来，这老鬼似乎弱了呀，居然没追上我。白小纯挠了挠头，想起了女婴说的，随着其不断的融合这世界之宝，它会使得此地形成专门对鬼脸的压制之力。一方面是我修为提高了，速度自然就快，另一方面是他被压制了。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振奋起来，好似看到了希望一般，双目冒光。女婴不醒，此地就没有出口，这老鬼被困在这里，又不断的虚弱，而我却能时刻提升。白小纯越想越是激动，到了最后，他猛地看向远处，张开口，发出一声狂吼：“老鬼，你给我等着！等我突破后，不把你打得鬼母都认不出来，我就不叫白小纯！”
这句话蕴含了白小纯的修为之力，从风谷内传出，回荡四方时，也落入到了风谷外，面色铁青，好似怒意滔天的鬼脸耳中。白小纯，鬼脸咆哮一声，那种憋屈的感觉让他觉得要疯了。他之前追着白小纯到了这里，可以说是亲眼看到对方逃入风谷中，也看到了那些狂风在碰触白小纯后，如同是见到了祖宗一般，乖巧无比的钻入白小纯体内。而他这里不死心的尝试踏入了几步，却被那些狂风似要撕裂魂体似的又丢了一些生机，使得他不得不倒退回来，只能看着白小纯如火烧尾巴的耗子般，眨眼就不见踪影，去了风谷深处。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让他觉得这天地对自己都充满了无比的恶意。他更是明白，这么下去自己就真的完了。一想到白小纯未来在这风谷内突破的一幕幕，这鬼脸只觉得天都黑了。这家伙睚眦必报的性格，一旦突破，鬼脸内心又颤，心底再一次的后悔，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随着白小纯一起进入到了这该死的法宝世界中。这白小纯怎么如此难缠？鬼脸忍不住在心底咆哮中，蓦然转身，眼睛赤红的开始疯狂的寻找出口。这一刻的鬼脸，如果能遇到星空道极宗或者是九天云雷宗的弟子，那么彼此谈一谈后，对方说不定会告诉他，白小纯最恐怖的不是难缠，而是其堪称无穷无尽的祸害之力。毕竟那可是已经被两大源头宗门几乎权威认证过的，只要给其足够的资源，这白小纯是一定能把整个世界都玩崩了的恐怖存在。鬼脸长叹一声，在这郁闷与憋屈里，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半年。这半年中，法宝世界之外的通天大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备战之后，那场天尊发起的战争终于打响。通天大陆从4个方向，以4大源头宗门以及各脉中游、下游区域的势力组成的4大军团，直接杀入蛮荒。而蛮荒也立刻反击，4大天王形成的大军分别对应4大源头宗门，战争开始了。这一切白小纯不知道，鬼脸也不知道。如果白小纯知道的话，他一定焦急无比，根本就没心情去修炼。而如果这鬼脸知道的话，也必然是更加后悔追击白小纯进入到了这个困地内。如果是在外界，凭着他的修为，在这场蛮荒与通天之间的战争中，他必定可以游刃有余，不断的吞噬下，使得自身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恢复巅峰之力，甚至能去左右这场战争，获得最大的利益。而现在，鬼脸躲在这法宝世界的一处秃山内，他的呼吸急促，他的心情已经不仅仅是憋屈与恶劣了，更多的则是恐惧。因为他的修为在这半年里，随着不断的被压制，如今已经跌破了半神，成为了天人大圆满。这对他来说就是噩梦一般，好多次他自己都觉得无法置信。那种修为跌落后的虚弱感，让鬼脸这里已经2、3个月不敢外出了。他怕之前的他是恨不能冲入风谷内，或者直接遇到白小纯将其斩杀。可现在的他心头已经在哆嗦，尤其是他有一次远远地在风谷外感受到了其内有一股气息正在不断的冲击天人后期后，他就紧张到了极致。该死，该死，该死！鬼脸悲愤，他知道白小纯很强，之前天人中期就有那惊人的速度避开自己的追杀，如今自己跌落到了天人大圆满，一旦对方突破成功，那后果让他每次想起都觉得抓狂无比。为什么会这样？鬼脸狠狠地抓着自己那雾气头发，胆颤心惊中，忍不住又去小心翼翼地关注风谷内白小纯的气息。只是又过去了几个月，当他的修为再次跌落，成为了天人后期时，他感受到了风谷内的白小纯的气息，在这一瞬滔天而起，在他的哆嗦中不断的崛起，不断的冲击。失败，失败！我诅咒你失败啊！鬼脸紧张中不断的诅咒，在他这诅咒下，风谷内白小纯的气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强，到了最后直接突破了天人中期巅峰。在那好似开天辟地般的轰鸣下，踏入到了天人后期时，鬼脸惨叫一声，绝望了。与此同时，一声带着傲然得意的低吼从风谷内蓦然传出：“老鬼，你家白爷爷要来找你了。”第985集暴打老鬼。这声音回荡传入鬼脸耳中时，鬼脸整个身体都哆嗦了一下，刹那化作无数黑雾，向着四周急速扩散。可等了半晌，也不见白小纯从那风谷出来。鬼脸愣了一下后，面色更为难看起来，咬牙切齿的在心底疯狂咒骂。此刻的白小纯在风谷内吼了一嗓子后，就美滋滋的感受着自己修为的突破，尤其是体内那磅礴的修为之力，让他心中激动无比。天人后期啊！我白小纯终于天人后期了！白小纯激动中忍不住又抬头大吼一声：“老鬼，这一次你家白爷爷真的要出来找你了！”外面的鬼脸身体不由得又是一哆嗦，脸都黑了。好在他本就是黑雾形成的鬼脸，此刻就算是黑了也看不出来。吼完后，白小纯深吸口气，感受着云雷人祖变的功法已经被他攀升到了第8变的程度，也正是此功的第8变推动之下，使得他修为从天人中期巅峰突破。我如今施展第8变，相当于是11变啊！
白小纯双眼冒光，只觉得这一刻的自己，不说天下无敌，可也差不了太多了。还有不死血。白小纯舔了舔嘴唇，去仔细的观察自己的不死血。这半年的修炼，他提升的不仅仅是修为，这风中存在的天地之力，一样蕴含了惊人的生机，使得白小纯的不死血从之前的5成突破，此刻已到了6成，6成血液都是不死血，这就让白小纯全身的恢复之力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他感觉自己好像有无穷之力，尤其是那浓郁的生机，让他都有了一种错觉，似乎天地灭，自己都不会灭，前所未有的强啊！白小纯将全身都检查一遍后，信心顿时爆发。半神以下，谁能是我的对手？白小纯傲然中，忍不住又向外面大吼了一声之前的话语：“老鬼，这一次我真的过来了！”喊完后，白小纯等了一会，目光一闪，那老鬼居然没回话，看来他修为真的跌落的不轻啊！实际上这段时间，白小纯虽在冲击天人后期，可对于外界的关注没有减少。他也感受到了那鬼脸在这法宝世界的压制下修为的跌落。此刻再加上言辞的试探后，他内心已经确认了成，目中露出果断。白小纯身体轰的一声，蓦然冲出，几步之下就直接横跨风谷区域，出现时赫然在了外界，气势滔天。风谷已然缩小很多，但白小纯此时却好似风谷化身，一股风暴在白小纯四周轰隆隆的爆发，好似形成了飓风，连接天地。在这惊人的气息爆发中，白小纯站在风区的边缘，看似傲然，可实际上心中也有谨慎，做好了准备，稍有不妙就立刻倒退。后他眨着眼，等了半晌，发现那鬼脸还是没出现，这就让白小纯眼睛更亮了一下，神识在这一刻猛然散开，轰鸣中四方天地掀起波纹扭曲，天人后期的神识之力在这一刹那向着四周不断的蔓延中，这整个法宝世界瞬间就在白小纯心中浮现。在这前所未有的神识爆发下，白小纯立刻就感受到了，在距离自己有些范围的区域中，鬼脸正急速远去。而如今的鬼脸，在白小纯的神识锁定中，立刻就看出对方的修为已经跌落到了天人后期的样子。这就让白小纯长笑一声，只觉得心头从来到这法宝世界后积累的郁闷，此刻就要宣泄出去，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畅快与振奋。大吼一声，直奔神识锁定之处追击而去，速度之快，刹那就穿梭虚无。那鬼脸也全身一颤，速度一下子爆发，向着远处疾驰逃遁。眼看着鬼脸逃走，白小纯仰天大笑：“老鬼，你和你家白爷爷比速度！”话语间，白小纯天人后期修为全面爆发，不死劲，撼山状全部展开，轰的一声，他的速度彻底施展，好似挪一般，也就是几个闪动，出现时赫然在了那鬼脸的身后。这鬼脸此刻面色难看到了极致，更有一股怒意在心头不断的翻滚。他的尊严不允许他逃走，此刻猛地咆哮一声，蓦然转身，顿时就化作大片黑雾，形成一张森森大口，向着白小纯一口吞噬而来。这突然的爆发吓了白小纯一跳，他快速后退，双手掐诀向前一挥，顿时一股寒气散出，直奔那森森大口而去。双方刹那碰触，轰的一声，这看起来很惊人的森森大口直接就崩溃开来，化作无数黑雾四散时，白小纯的寒气也直接将其穿透，直奔鬼脸。鬼脸面色变化，内心悲哀，急速后退避开，内心已经憋屈无比，可却只能选择逃走。但白小纯眼睛已经彻底亮了，此刻大笑中刹那追上，右手抬起，直接一拳轰出。轰鸣中八方震动，那鬼脸全身狂颤，雾气都乱了起来，急速退后，口中发出厉笑：“白小纯，你别太过分了，老鬼，敢不敢与你家白爷爷一战？”白小纯眼看如此，内心振奋更强，直接就施展云雷人祖变。轰鸣间，云雷人祖第8变那80丈的身躯蓦然幻化出来，一股狂暴强悍的气势在他身上滔天爆发，尤其是左目内的月痕，此刻闪耀中，使得白小纯的战力攀升到了极致，不是半神，可却无限接近半神。此刻一步之下，就直接到了鬼脸面前，右手抬起，直接一挥，轰的一声，任凭鬼脸如何抵抗，也都于事无补。相互之间的逆转，哪怕他已经心中有了准备，可依旧还是承受不住，身体轰鸣下，直接就被白小纯一拳打得溃散开来，化作无数黑气，在远处重新凝聚后，鬼脸疯狂了。这种感觉是他这一辈子也都没体验过的。当年鬼母是依靠其背后太骨才将他擒住，且对他很是客气，但如今眼前这个白小纯，明明若是他修为没被压制，一巴掌就可拍死，偏偏现在自己做不到，被对方如此轰击，这让他的嘶吼就连声音也都扭曲起来：“白小纯，你别逼我，我不逼你，你奶奶的，我打你！”白小纯只觉得心头那股积累的压抑，此刻随着一拳轰出，散去了不少，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强烈的愉悦，这就让他得意中大吼一声，再次迈步而去。轰鸣之声顿时爆发：“让你在外面追杀我！”一拳轰出，那鬼脸无处可躲，哪怕发出凄厉嘶吼，
哪怕展开神通术法，也都无法对抗。轰鸣中，身体再次崩溃。让你追着我进入法宝世界！白小纯轰出第二拳，让你进来后又要追杀我，我都跑到雷区了，你还要追杀？雷区散了，你还要追杀？随着白小纯的声音，他一连轰出了5拳，每一拳都崩溃鬼脸。在对方重新凝聚后，又一拳继续打爆。白小纯，我要杀你！凄厉的嘶吼从鬼脸口中不断的传出，他觉得自己要彻底疯狂了，眼睛赤红到了极致后，鬼脸滔天咆哮，向着白小纯猛地扑来。可还没等他靠近，白小纯一脚踢了过去，轰的一下就直接将这鬼脸的身体踹爆。吹牛的本事不小，还要杀我！白小纯眼睛一瞪，随后在这鬼脸重新凝聚后，又狠狠一撞，将其再次崩溃。到了最后，白小纯直接过去一把抓住鬼脸的雾气头发，向着地面狠狠一砸，甚至都不用神通了，凭着自己强悍的肉身，还有云雷人族的狂暴，对其拳打脚踢。惨叫之声不断的在这法宝世界回荡，凄厉无比。不知过去了多久，鬼脸的身体再一次崩溃时，四散的雾气没有重新凝聚，而是向着四周急速扩散，甚至不惜燃烧生机，换来更快的速度，八方逃遁。想跑？我不打的，你喊爷爷，我就不叫白小纯。白小纯内心激昂，那种翻身的感觉让他小袖一甩，抬起下巴，傲然开口中直接追了上去。第986集，死了！轰鸣之声在这法宝世界内不断的回荡四方，夹杂着鬼脸凄厉的嘶吼以及那心中无尽的抓狂与憋屈。白小纯，如果老夫能离开这里，一定杀你全族，将你剥皮炼成天灯！鬼脸怒吼，他也知道这么喊没什么用处，甚至还会引起白小纯更强烈的追杀，可偏偏心中压抑到了极致，若不这么去吼几声，他觉得不用等白小纯出手，自己就已经爆了。脾气不小啊！白小纯一瞪眼，冷哼中加速追击，刹那间巨响再次回荡四方，这鬼脸不断的崩溃，又不断的四散，到了最后，眼看无法逃走，这鬼脸目中带着疯狂，竟不惜燃烧神魂，换来某种秘法，砰的一声，居然在这逃遁中，刹那间融入虚无内，消失无影。这消失极为突然，白小纯轻咦一声，神识蓦然散开，再次寻找，可横扫了整个法宝世界，居然也都没找到鬼脸的踪迹。这老鬼来自天外，哪怕魂体也都能与天尊一战，必然是有些奇异的手段。白小纯若有所思，倒也没什么不甘。他相信对方虽能藏起来，可一定无法长久，且不可能离开这片世界。既然这样，那么早晚还是会被自己找到。也罢，今天就先放他一马，等哪天我烦闷了，再来收拾这老鬼。敢和我斗？我白小纯发起火来，自己都害怕。白小纯哼了一声，之前的一番拳打脚踢让他心情愉悦，全身都舒爽。此刻一晃之下，就没再理会鬼脸，飞向峰谷继续修炼。与此同时，在这法宝世界的某处山峰下，虚无扭曲，鬼脸的身影慢慢显露出来，并非清晰，而是有些模糊，仿佛在他的身上披着一层能与世界分离的隔膜。这层隔膜是他秘法的根本，也是阻挡了白小纯神识的重点。只是此刻的他全身透出虚弱，就连目中的神采也都暗淡不少。显然施展这种秘法，对如今的他来说代价不小。白小纯，鬼脸咬牙切齿的同时，心中浮现无尽悲哀，那种走投无路，就连拼命也都拼不过的感受，让他有种想哭的冲动。时间再次流逝，很快过去了1个月。这1个月对于鬼脸而言，每天都是心惊肉跳，生怕白小纯什么时候突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很是煎熬。可对白小纯而言，却是幸福无比。在峰谷内的修炼，使得他的天人后期修为彻底巩固下来。只不过这峰谷内的狂风，也随着白小纯之前的突破与如今的巩固，慢慢减少，直至最后整个峰谷再没有了一丝一毫的风。有了之前雷区的经验，对于这片峰谷内天地之力的消失，白小纯没有意外。抬起头时，他目中带着期待，看向了远处雨区所在的方向。说不定我真的能在这里修炼到半神。白小纯一想到这里，内心就激动无比，一晃之下直奔雨区。时间不长，他就来到了雨幕之地，没有半点停顿，直接踏入进去。当雨水落在他身上时，感受着与雷区以及峰谷一样的天地之力与生机，白小纯哈哈大笑，快步直接走到了雨区的深处，盘膝坐在水面上后，再次疯狂地吸收四周的天地之力。随着白小纯的修炼，法宝世界也都安静了不少。直至数月过去，鬼脸那边的苦涩更多。虽这段时间白小纯没外出追杀他，可一方面他知道此刻的白小纯正在与日俱增的强悍，而自己这里在这数月间修为又一次的跌落了，不再是天人后期，而是被压制到了天人中期。这种修为的虚弱，让他内心的恐惧也都比之前还要强烈太多，根本就不敢外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小心翼翼，甚至哪怕他不想承认，可还是忍不住去祈祷白小纯那里最好沉浸在修炼中，把自己忘了才好。同时也在心头恶毒的诅咒起来，我诅咒他暴体而死，我诅咒他
修炼走火入魔，形神俱灭。我堂堂准太古如白小纯那样的爬虫，我一指就能戳死一群，欺人太甚，此仇一定要报。鬼脸抬头看着天空，不断的回忆自己曾经的辉煌，似只有依靠这些，他才有继续支撑下去的勇气。也不知是不是鬼脸这边的诅咒与誓言太过犀利了一些，在他不间断的连续诅咒了一段时间后，这一天中午，白小纯在吸收雨区的天地之力时，忽然睁开了双眼。他觉得有些不大舒服，感受到在雨区外有一股恶念隐隐存在，不需要去琢磨，他就知道这一定是鬼脸。那老鬼一定是在诅咒我。白小纯眼睛一瞪，抬头看了看远处后，身体一晃，悄然而出，无声无息间就离开了雨区，没有散开神识，而是凭着感受中那股恶念所在的方向，急速的找了过去。此刻的鬼脸藏身在一处隐秘的区域里，依旧咬牙切齿。可忽然的，他就神色一变，身体猛地向后疾驰。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一声轰鸣在他之前的位置蓦然传出，滔天之声回荡，冲击四散时，这鬼脸发出凄厉的嘶吼，没有半点迟疑，身体砰的一声，直接化作无数黑雾，四散逃遁。与此同时，白小纯的身影从虚无内一步走出。果然是你这老鬼在诅咒我！白小纯怒了，不死境下速度极快，右手更是抬起，猛地握拳，向着远处直接一拳落下。这一拳并非是轰击老鬼，而是打在虚无中，竟形成了一个漩涡黑洞，散出惊人的吸力，使得那四散的鬼脸黑雾居然在四周都顿了一下。虽只是一顿，可对白小纯而言足够了。他身体猛地一步走出，大袖一甩，天人后期之力爆发，形成风暴，横扫八方。轰鸣间，大量的黑雾直接崩溃，余下的那些雾气在远处急速凝聚，重新化作了鬼脸后，他头也不回的急速逃遁，更是再次施展那种耗费极大的秘法，身体砰的一声直接消失。眼看着老鬼又逃了，白小纯也有些不耐烦，索性没有回雨区，而是在这法宝世界内不断的寻找。数日后，当秘法时间过去，鬼脸的气息再次被白小纯感受到后，鬼脸惨叫中不得不又一次展开秘法。就这样，一人一鬼在这法宝世界里不断的追杀起来，直至过去了1个多月。鬼脸觉得自己真的要崩溃了，他很清楚这么下去，不用白小纯出手，自己就已经耗费了全部神魂灭亡。他这是不杀我，绝不罢休的样子。鬼脸抓狂中心灰若死，在又一次秘法消失，被白小纯找到后，他目中赤红，全身燃烧，好似要拼死一战般，带着决然的咆哮，带着豁出去的疯狂。原本只是头颅的他，居然浮现出了身躯、四肢，最终化作一尊黑色的雕像。这雕像漆黑无比，不是虚幻是实质，其气息也在这一刻暴增，如同战神，直接向着白小纯撞击而去。老夫堂堂准太古，活了太久，与其这么被你折磨，活也无用。你就算以卑鄙的手段将我镇压，可那又如何？既然不能继续生，那么就算是死，老夫也要死得有尊严。白小纯，你想让老夫死，那么就来吧。鬼脸七笑，誓死之意爆发，无论是气势还是给人的感觉，都仿佛是要同归于尽。白小纯目光一闪，在这鬼脸来临的刹那，他右手猛地握住不灭地拳，刹那施展。轰鸣间，天地震动，八方颤抖。白小纯身后地影幻化，凝聚拳头内，随着一拳轰出，那鬼脸形成的黑色雕像直接就崩溃爆开，一股死亡的气息顿时扩散四方。而这一次鬼脸的崩溃没有黑雾散开，而是在白小纯这一拳之下，这雕像直接就4分5裂，轰鸣中洒落在了大地上，一动不动，更没有半点生机，如同死亡。而其死亡时的反噬之力也是极大，竟让此刻的白小纯也都全身震动，倒退100丈开外。抬头时，他看着远处地面上4分5裂的黑色雕像，目中露出狐疑。死了。第987集，战争升级，不会这么简单吧？就这么的死了？白小纯走上几步，到了破碎的雕像面前，仔细的看了看后，在这雕像碎片上，他看到的只是浓郁的死气，甚至他神识散开，也都没有在上面找出丝毫的生机。哪怕他拿起几块去观察，也是如此。似乎一切都表明，那鬼脸已经真的灭亡。毕竟这鬼脸被压制虚弱下，已经是天人中期了。而如今的白小纯身为天人后期，击杀一个天人中期，也的确是颇为简单。唯独让白小纯有些迟疑的是，这鬼脸没有被压制虚弱前，可是能与天尊一斗的存在，也太不抗打了，还准太古呢。白小纯撇了撇嘴，有心离去，可心中的疑惑依旧还在。最后他站在那里想了想，神识再次散开，横扫整个世界，依旧一无所获后，白小纯这才离去。哪怕他亲眼看到了这鬼脸死亡，可他心底还是有些不幸的。不过对于此事，白小纯也没太怎么在意，毕竟这法宝世界是封闭的，对方只有3种可能，要么就是真的死了，要么就是暗中又逃走，而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装死。至于那些碎片，白小纯也没打算带走，对方若真的死了也就罢了，一旦没死，雕像碎片本身或许存在了诡异之处，尤其是白小纯觉得，
就算是扔在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来捡走。既然如此，当然是留在原地，日后观察下，确定没问题再拿走才稳妥。很快的，又过去了1个月，在雨区修炼的白小纯，隔3差5的就外出一次，来到这雕像碎片所在之地查看。那些碎片一动不动，其上死亡的气息虽消散了一些，可明显的，这些碎片也都慢慢归于平凡。而白小纯的神识多次横扫整个世界，也都没有再察觉到鬼脸的气息。不会吧，真死了？我还没玩够啊！白小纯心中有些动摇起来。又等了1个多月后，始终没有感受到鬼脸的气息。白小纯目光一闪，第2个可能已经可以排除了。那么现在，他要么就是真死，要么就是装死，那就试试吧。白小纯摸着下巴，右手抬起一挥，顿时就将那些碎片卷在了一起。老鬼，我可告诉你啊，在我面前装死是没用的。你要是真的装死，你一定会后悔的。白小纯威胁了几句，可那些碎片依旧如常。他哼了一声，卷着碎片直奔雨区。经过白小纯这段时间的吸收，雨区的雨水也都小了很多，不再是暴雨，而是稀稀拉拉成为了小雨。一路白小纯没有丝毫停顿，拿着雕像碎片就进入到了雨区深处，任由那些雨水洒落在碎片上，甚至觉得还不稳妥。白小纯索性直接将那些碎片扔在了一处洼地里，掐诀间引导四周的雨水大量的洒落在上面，慢慢的淹没。白小纯目不转睛盯着那些碎片，这是他想到的试探的办法。毕竟当初在雷区，白小纯亲眼看到那些闪电对老鬼的伤害极大，还有风谷内的狂风也有这种效果。如此一来，雨区的雨水在白小纯判断中一样这般。在被雨水淹没后，这些碎片刚开始还如常般一动不动，可渐渐的，竟有一丝丝生机之力从这些碎片上散出。与此同时，这些碎片瞬间就颤抖起来，眨眼的功夫就有轰鸣声震天而起，更有惨叫之声夹杂在内。白小纯，老夫和你没完！老鬼，你果然装死！白小纯眼睛一亮，声音传出时，那些被浸泡在雨水中的碎片瞬间就模糊，眨眼的功夫竟消失无影。在你家白爷爷面前装死是没用的。白小纯哈哈一笑，神识已然散开，立刻就感受到了鬼脸的气息，笑声中蓦然追去。此刻，在雨区外，一处虚无突然模糊，眨眼间，一个个雕像碎片凭空出现，这些碎片瞬间就化作黑雾，凝聚之下，鬼脸的身影显露出来。只是此刻的他比之前虚弱了太多太多，目中带着恐惧，更有深深的抓狂，内心的怒火已经滔天而起，可却偏偏无法宣泄。他的确是装死，之前判断出白小纯是不死不休后，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办法了，甚至为了逼真一些，他是真的让自己死亡了。而他毕竟是魂体，修行的又是鬼法，所以看似假死，可却与真死没什么区别。如果没有意外，那么任由白小纯如何捏碎那些碎片，又或者用其他的办法去将碎片化作飞灰，半甲子岁月后，鬼脸依旧会在那些飞灰所在之地重新苏醒。可偏偏他遇到的是个不信邪的白小纯，居然把他直接扔到了雨区里，在法宝世界内累积的天地之力侵蚀下，他的假死状态被瞬间破灭，那种本源生机消散的痛苦，让他立刻就被刺激醒了，甚至不敢继续装死下去。不然的话，他有种强烈的预感，自己怕是真的会被吸走全部生机后死在这里。所以他只能再次施展秘法，逃出雨区。只是那秘法每一次施展，对他伤害都不小，如今早已疲惫到了极致，可再疲惫也比不过他心底的绝望。天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居然会让我遇到这该死的杀千刀的白小纯？鬼脸悲呼，感受到了远处天地间白小纯的气息正气势汹汹的临近，他全身一抖，在这绝望与悲戚中再次展开秘法，又一次逃走。几乎在他消失的瞬间，白小纯身影从虚无走出，看了看四周，白小纯干咳一声，大喊起来：“小鬼，赶紧藏好啊，我来抓你来啊！”说着，他就再次消失，循着冥冥中的感觉追击而去。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数月。这数月里，白小纯的快乐完全的凌驾在了鬼脸的痛苦之上。他几乎每天都在修炼累了后，外出横扫一圈，找到鬼脸后暴打一顿，然后逼着鬼脸不得不施展秘法逃走。要是心情好了，他就多追击几次，让那鬼脸的秘法也只能多次施展。可如果白小纯心情不好了，他就发了狠的不断出手追击，直至把魂抓住后扔到了雨区里，使得鬼脸的惨叫在这法宝世界每天都在传出。这种日子又持续了数月，对于鬼脸而言，这是他这一辈子从没经历过的那种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神，都让他觉得求死不能。凄惨中，他的修为也加速的跌落，已被压制到了天人初期。而白小纯的修为在这不断的修行下依旧攀升，他的不死血即将达到70%，而他的修为也无限的接近后期巅峰，似距离大圆满也都不远。好在数月后，在雨区即将消失时，或许是白小纯玩腻了，又或者是他修炼到了关键时刻，外出的时间慢慢减少，使得鬼脸激动之下
都要流泪。与此同时，在法宝世界外，通天大陆上4大源头宗门与蛮荒的战争也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4脉宗门无论是源头、中游还是下游，都出动了近5成的修士，加在一起数量之多，浩浩荡荡，惊天动地。这整个通天大陆5成的修士全部踏入蛮荒，进入到了战场，与蛮荒进行血战。而蛮荒底蕴不如通天，迎战之下出动的更多，各个部落、各个家族、所有天侯、天公乃至4大天王，一个个都杀红了眼，惨烈无比。双方更是各有天人陨落，而每一次天人陨落都会让大地苍穹出现剧烈的轰鸣。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天人战之后，双方的半神强者已经开始了出手。蛮荒被作为战场，随着4大天王与4大源头宗门半神老祖的出手，轰鸣之声回荡整个世界。第988集大圆满。外界的战争如火如荼时，法宝世界的雨区消散了。在雨区消失的一瞬，白小纯的修为虽没有突破，可他的不死血已经彻底的达到了7成。7成不死血的强悍，使得白小纯在睁开双眼的刹那，整个世界好似在他的目中都有了不同，仿佛他目中的光芒可以让世界暗淡。那种全身上下充满了好似无穷生机的感觉，让白小纯有种错觉，似乎如今的自己哪怕还没有长生，可也相差无几。唯独可惜的是，此地他没有对手，无法去衡量自己到底强悍到了什么程度。而那鬼脸被虚弱压制后，如今看到他都哆嗦，白小纯有心去尝试，也都效果不大。不过他对比以前的自己，渐渐心中也有了答案。如今的我，哪怕只用3成修为与肉身之力，可都堪比曾经了。这么来看，半神我说不定也能一战。白小纯深吸口气，心头升起强烈的期待。他很期待离开法宝世界，走出去之后，所有人看到自己时的震撼。我还可以更强一些。白小纯兴致勃勃，蓦然起身，直奔最后的火区而去。与此同时，这片世界在失去了雷、雨以及风后，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白小纯说不出具体，可隐隐的，他能时而在入定时感受到女婴的气息。想来，他也快要融合结束了。踏入火区后，在这火焰弥漫的火山深处，白小纯盘膝坐下，开始了又一轮的修炼与吸收。浓郁的天地之力扑面而来，不断的吸收之下，他的不死血慢慢向着8成蔓延，他的修为也渐渐向着天人大圆满不断的逼近。只是修炼到了他如今的程度，每一次精进需要吸收的天地之力都磅礴无比。此刻呼吸间，整个火区都震动。鬼脸感受到了火区的震动后，内心越发绝望与恐惧。他的修为如今已经快要跌落天人了，他无法想象一旦到了元婴，自己在白小纯的折磨下，会不会真的就被玩死了。我要出去。鬼脸哭了，他再次想起了天尊，又一次对天尊产生了强烈的理解与共鸣。如果我出去了，我一定要千刀万剐了那该死的白小纯。鬼脸明白，只要自己离开了这片法宝世界，没有了压制，他可以瞬间就恢复修为，达到那种能与天尊一战的强悍程度。到了那个时候，他发誓要把所有的痛苦无数倍的发泄在白小纯身上。就这样，在鬼脸的痛苦中，在白小纯的修炼下，时间过去了1年。这1年的时间，鬼脸没死可太多次，他都觉得自己要死了，甚至他去回想，都觉得自己能挺过这1年，运气太好了。实在是这1年里，他自己都记不得白小纯来打了自己多少次，似乎白小纯心情好了就出来打他一顿，心情不好了就再打一顿。到了最后，鬼脸都放弃了施展秘法，每次白小纯一来，他就颤抖地躺在那里，闭上眼睛，任由白小纯出手，心中早已绝望地崩溃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越是反抗，似乎那白小纯就越是兴奋，而自己不反抗后，对方的兴趣似乎也慢慢减少了。这样的折磨，算上最早的1年，如今加在一起已经2年多了。而他在这折磨下，在神魂中都落下了阴影，对白小纯的恐惧已经无法形容。他觉得这白小纯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恐怖的存在。他太多次的后悔不该靠近白小纯，更不该当年在鬼母离开时，自己居然傻傻的选择的留下。他觉得这是自己这一辈子做的最错的决定。要知道，在外面的大世界里，就算是他被鬼母抓到，也都不曾如此对他折磨，只是把他挂起来威慑敌人。他甚至好多次都在想，自己还不如当初被天尊抓走呢，实在是无法预料到，自己逃出了鬼母的掌控，逃避了天尊的抓捕，最终却落入到了恐怖的白小纯的手中。他好多次都想死了，实在是那种来自神魂的悲催感，让他哪怕去回忆自己曾经的辉煌，也都无法缓解内心的崩溃。这就是一个妖孽般的存在鬼脸，每次想到白小纯，都会在心中颤抖，升起这样的感觉。对于鬼脸的绝望以及那不再反抗的态度，白小纯也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出手了。可实在是他打得很舒服，那种翻身做主人的感受，让他好几次原本不想打，可一想到对方实际上是个准太古的强者，且曾经不断的追杀自己，自己差点小命就丢了的事情，就还是忍不住出手。
说起来，我这一生也算是传奇了，拍过半神脑袋，拍过天尊脑袋，就连准太古都被我打得不敢反抗了。白小纯感慨中感受着自己的修为，在这1年里越发的强悍。曾经火焰弥漫的火区，如今火海消散了近乎90%，所剩无几。而白小纯的修为也已经突破在极，不死血也都接近80%。他有种直觉，当自己将这火区最后的火海吸收后，他的修为必定突破，成为天人大圆满。与此同时，这1年中，白小纯也感受到了女婴的气息越来越强烈。他隐隐判断出了女婴的融合法宝，似随着自己吞噬4大区域的天地之力，也间接的加快了不少。当我修为突破时，当这片火区消失时，就是女婴彻底融合的一刻。白小纯目光一闪，深吸口气后，他双手掐诀，向着四周猛地一挥，顿时这四周残余的火海立刻翻滚，从4面8方向着白小纯这里汹涌而来，刹那就将白小纯淹没在内。可这火海无法伤他丝毫，在这淹没中，不断的化作浓郁的天地之力，顺着白小纯全身汗毛孔不断的钻入进去，汇聚在了经脉里，运转全身时，在白小纯的操控下，向着云雷人祖第11变蓦然冲击。云雷人祖前9变一旦修成就是天人后期，而第10变与11变是传说中的境界，修炼起来极难。可对白小纯而言，有之前的日月长空，在那配合下，他的云雷人祖第10变可以说是自然而成。如今他要突破的就是这云雷人祖的最后1变，一旦成功，他的右目内将形成了一轮骄阳，与左目的月痕相衬之下，将爆发出云雷人祖的终极之力。这股力量因是与日月长空的嫁接，虽与云雷子的判断有些差距，可依旧还是超越了这套功法的极致，达到了就算是创造此法之人也都心神震撼的程度。云雷白小纯目露奇芒，口中喃喃时，四周火海轰鸣，更多的天地之力鼓荡而来。人祖随着白小纯的声音，火海内的声响震彻法宝世界，他的身体颤抖起来，他的气息粗重却显悠长，他体内的修为在这一刻不断的爆发，甚至他的右眼在这一刻好似化作了一个黑洞，在他的一呼一吸间，将这四周如今所有的火焰猛地吞噬，顿时那些火海刹那间彻彻底底的融入到了白小纯的右眼。当这整个火区内再没有丝毫火焰，甚至火区因此消散的瞬间，白小纯的声音悠悠而起：11变！轰轰轰！世界震动，天地轰鸣，白小纯的右眼在这一刹那明亮到了极致，形成了一轮太阳。更是在这一刹那，他的修为彻底爆发，直接就从天人后期猛地突破，踏入到了天人大圆满。一股圆满的气势在白小纯的身上不断的崛起，卷动整个世界，使得这法宝之地虚无震荡，鬼脸颤抖中，大地一样颤抖，苍穹也都扭曲。慢慢的，竟在那天空上浮现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不是白小纯，而是女婴。她闭着眼，似乎融合气灵，的确如白小纯之前判断，此刻已到了最后关头。白小纯深吸口气，站起身时，他没有去看天空的女婴，而是缓缓抬起右手，猛地一捏之下，他的身体传出咔咔之声，全身血液在这一瞬猛地加速流动，渐渐的，一股赤色从其体内散出，直至扩散全身，使得他好似成为了一尊血神。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在他的身体上轰然而起，好似能去镇压世界，镇压一切。这一刻的他，若是有血溪宗的弟子看到，必定会心神颤抖，有种错觉，好似看到了邪祖。不死血8成。第989集，局势严峻。与此同时，在法宝世界之外，通天大陆与蛮荒的战争也越发的激烈起来。通天4脉的宗门已出动了接近7成的修士，如此数量的修士汇聚在一起后，形成的4大军团，如同4支利剑穿透一切，直接刺入蛮荒内，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使得本就失弱的蛮荒再也无法坚持阵地，开始了败退。4大天王的出手也都无法改变战局，在通天4大源头宗门半神老祖的神通下，不得不让出一片片区域，使得战线缩紧，从而换来喘息的机会，以便凝聚更多之力去反击。这一退就是整个蛮荒的3成区域，而4大源头宗门的冲击依旧强猛，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对整个蛮荒形成了包围。接下来的战争就是不断的压缩包围圈，使得蛮荒的范围越来越小，直至到了一定程度后，就会展开最终的决战。可以说，这一次的战争时间远远少于曾经，可惨烈的程度确实超出所有，原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可这一次，一方面是天尊的意志坚定无比，使得4大源头宗门也都不得不全力去战；另一方面，则是守灵人的衰老，已无法对蛮荒进行如当年般的保护，而新任明皇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只能被动。此消彼长之下，这场战争的惨烈自然超出以往。而随着包围圈的出现，随着蛮荒的势力不断的缩减，天人之间的战争频频发生，死伤也越发多了起来。至今为止，双方战死的天人都已超出了10位以上，
甚至半神之间，也都时常出现生死争斗。虽至今为止还没有半神陨落，可按照眼下的战争局面，怕是用不了多久，半神陨落也将不是不可能。如今的蛮荒死亡惨重，一个又一个部落的土著已经被灭族，成为了尸骸。放眼看去，蛮荒大地战火滔天。相比于这些土著，四大天王的军团一样如此，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可却只能咬牙去战。实在是这场战争已经表明了，双方最终的结局必然是一方彻底毁灭。不接受投降，不接受屈服，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死亡。这是天尊的态度，给守灵人的态度。要么给我打开世界之门，要么我将屠灭所有的葵黄血脉，屠灭所有的蛮荒之修。与此同时，在这场战争中，蛮荒也有一个又一个天骄因此崛起。无论是公孙义，还是周洪，又或者是陈曼瑶、许山，都在这战争的洗礼下，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生死，在血雨中成长起来。尤其是红尘女更是如此，统领整个巨鬼军团与星空道极宗展开的激烈之战，让其他三脉通天源头宗门也都心惊侧目。而通天宗门一样如此，在这战火下，一个个惊艳绝伦之辈不断的浮现出来，在这战争中散发出夺目的神采，好似整个世界如同一朵生机即将枯萎的花朵，在这最终的毁灭时，用最后的力气，昙花一现般要释放出全部的璀璨。无论是天人，还是元婴，又或者结丹，都是如此。逆河宗同样这般，宋缺、上官天佑、徐宝才，还有成就了天人的灵犀老祖，全部这般，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蛮荒的大地不说，全部成为血色。可站在天空上看去，已经有不少地方泥土已被鲜血染红。此刻，在巨鬼王负责的区域内，一处山谷中就有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正在爆发。通天一方负责此战的正是中游的几大宗门，其中逆河宗的灵犀老祖也在其中，还有宋君婉、铁蛋都在人群内。他们不想战，甚至也感受到了蛮荒的巨鬼军团似对他们没有什么杀心。可战争的爆发不是逆河宗的意愿可以改变，在这洪流下，逆河宗哪怕不愿意，也不得不参与进来。而统领他们的，则是星空道极宗的白震天。此刻他双目赤红，呼吸急促。虽从大势上通天占据主导，可难免在一些小规模的战争中会被蛮荒切割后进行斩杀。如今的他们就是这样，在这山谷中中了巨鬼军团的埋伏，已被彻底包围，甚至多次尝试突破，也都于事无补。山谷的另一侧，红尘女疲惫地站在那里，遥望山谷中的通天修士，她的目中带着复杂。实际上，从开战以来，她很多次都避免与逆河宗碰触，可随着战争的频繁，她哪怕有心，也渐渐无力。此刻沉默中，红尘女看向身边，在她的四周，巨鬼军团的修士一个个都喘息粗重，目中带着血海深仇，盯着山谷。只要红尘女一声令下，他们就会直接杀去。不仅仅是他们，在红尘女的身边，还有来自葵黄城的几位天侯与2位天公。哪怕他们的身份高过红尘女，可如今战争期间，身为巨鬼军团的统领，红尘女的命令，他们一样要遵从。感受到四周众人目中迸出的战意，红尘女闭上眼，她知道山谷内的众人生死在自己一念之间。半晌之后睁开时，她深吸口气，缓缓开口：“其他人可以杀，逆河宗能放就放吧。”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出要放过逆河宗。随着话语传出，立刻四周众人就掀起哗然。子墨道友，老夫不知你为何偏袒逆河宗，可如今这局面，一旦我方有了顾虑，届时逃走的可就不仅仅只是逆河宗了。葵黄城的一位天侯不满地开口，他话语回荡时，身边的其他天侯也都一个个皱起眉头，看向红尘女。唯独那2位天公若有所思。逆河宗是白小纯的宗门，你们如果不在乎白小纯的怒火，大可去杀。红尘女目中露出凌厉之芒，淡淡开口：“白小纯。”之前开口的天侯在听到白小纯这个名字后，全身猛地一颤，倒吸口气。白小纯当年化身白皓的事情，如今在蛮荒已经不算什么秘密。其他天侯也是身体一抖，脑海浮现出当年的白小纯在葵黄城内的一幕幕，甚至他们几个都差点被抄家。当年在白小纯面前都需要露出恭敬，更不用说他们已然知晓，那位白小纯可是明皇的师尊。几个人相互看了看，苦笑中也都不再继续开口，而是遵从红尘女的命令。战争随着一声声嘶吼咆哮，在这山谷内蓦然开展。不仅仅是此地这样，在蛮荒大地上，这种规模的战争比比皆是。许久，当山谷内的战争结束时，看着被灵犀老祖保护下逐渐远去的逆河宗众人，红尘女默默地收回了目光。白小纯，你为何还没有出现？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吗？红尘女喃喃低语，轻叹一声，转身离去。而此刻的白小纯，在那法宝世界内，随着不死血到了8成，随着修为突破到了天人大圆满，他的气势不断的高涨，让法宝世界都在震动。那种强悍的气息，远远超出了寻常的天人大圆满。
如蛮荒的陈好松，虽也是天人大圆满，可若与如今的白小纯比较，如同萤火与皓月一般。也不知外面怎么样了。白小纯深吸口气，看着四周的火区消失，看着整个法宝世界内再没有了天地之力，他想要离开的念头越发的强烈起来。抬头时，他的目光落在了苍穹上的女婴面孔上，以此刻白小纯的神识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最多3天，女婴对于这世界法宝的融合就会彻底完成。3天的话，白小纯喃喃中目光一闪，看向远处的大地，那里正是鬼脸藏身之处。这老鬼虽被压制虚弱，可实际上其体内蕴含的生机很是惊人，一旦离开这里，就会瞬间恢复修为。这些生机可不能浪费了，说不定可以借助他的生机，使我的不死血再提高一些。如果达到10成，我有种感觉，神杀之法，我将可以彻底操控。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心头火热，拍了拍储物袋中的永夜伞，向着鬼脸所在之地迈步而去。我不甘心，我还有一口气！这吼声仿佛才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呐喊。在鬼脸那一脸无法置信的目光下，白小纯的身体竟晃悠悠的又站了起来，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向前努力的挪动。你怎么还没死？鬼脸顿时怒了。他之前虽展开速度，可却自我限制，实在是在这雷云区域里，速度越快，引来的雷电就越多。可眼下他是真的烦躁。